第8章，无所不在的神之力量。第2天，我收到一封来信，让我参加一个商业活动，需要占据我所有的时间还有精力。仅仅是对它极大的期待，就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进去，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我之前从业经历中从未体验过的。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我与一位性格非常专横的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接触。他在商业活动中整个态度就是通过强迫来满足他的欲望，如果阴谋失败，或者他被以某种方式反对的话，他只相信自己的智力还有人类的意志，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信念。任何时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粉碎或者毁灭阻碍他成功的人或者事情，不择手段满足一己之私。我是在接下来的经历发生的3年前认识的他。那时当他在场时，我就会感到无助，因为他持续不断地散发出的支配感是如此的强烈。然而我知道，尽管我对他的个人反应是如此，他对其他人的控制更是通过强迫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在的活动上。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我意识到我必须同他打交道。即刻我寻求应用神之法则来与他打交道。这时内在的声音清晰地对我说，为什么不让内在伟大的神来全权负责处理这种情况呢？那内在的力量不知何为主宰，并且总是战无不胜。我充满感激，把一切完全交由他来管理。我与另外2个人跟他一同会面，并同意和他们一起去一个遥远的州视察一处矿产。我觉得这是一座很有价值的矿场，主人是一位老太太，她善良的丈夫在几个月前矿场的一次事故当中去世了。他的离开让事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我们专横的朋友决心以他自己的价格，而不是一个诚信的价格来买下矿山。经过长途汽车旅行，我们在第2天下午2点左右到达了目的地。我们遇到了矿场的主人，我意识到他是一位受到祝福的灵魂，真实而且荣耀。当时在那里，我坚定地认为他应该得到一个更公平的交易，获得那座矿场该有的全部价值。他邀请我们共进午餐，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矿井。我们检查了工作站、隧道、巷道、竖井和停靠站。我看得越多，就越确定有些问题不对劲。那种不安的气氛似乎通过呼吸传递给了我。我非常的确信已经发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尚未报告给矿场所有者。我不知何故得知了买方已经秘密安排一位值班工人监视这个活动，并且在监视的这几周，他获得了主管的信任。我从心里意识到主管是位好人，但是灵性尚未觉醒。当我们站着跟他交谈时，我的神之自我完全揭示了所发生的一切。不久之前，当他们2人在检查工作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开采打开了一条直通山腹的隧道，爆破发现了一个有着丰富金矿石的石英矿脉。监工正要冲出去向所有者进行报告，这时那位监控者说，等等，我认识那位要买下这座矿场的人，如果你想继续保留你当前的职位，就不要提及这次的发现。我会确保你不仅会作为监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事成之后还会给你$5000。那位老太太反正都会得到足够多的钱。监工担心丢了饭碗，就同意了。当我们检查矿井时，我们来到了主隧道的尽头。我强烈的感觉这里就是发现丰富矿产的地方，它被巧妙地掩盖起来，伪装成一个松散的构造，看上去很危险的样子。
这就是他们对拥有矿山的女主人所做的汇报。当我站在这个地方与其他人交谈时，我内在的视野被打开，我看到了发生的一切：金矿的发现、掩盖，以及向监工提出的要求，还有他的接受。我很高兴，我的感觉得到了验证，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等待。我们回到了矿场主人的住处，开始进行谈判。买方打开了话题，说道：“阿瑟顿夫人，您对这处矿产有何评估？”我想是25万美金。他彬彬有礼，温柔地回答。荒诞，他喊道，荒诞，荒谬，它不值那个数值的一半。有那么一会儿，他继续这么说着，大声几乎是他的习惯，他以前使用过很多次，这次他还是按照老套路行事。他争论不休，怒气冲冲，最后说道：“阿瑟顿夫人，你所处的位置是必须要卖掉这个矿场，我会慷慨地给你15万。”“我会考虑的。”他回答说。他的霸道和狂妄自大的态度让他感到害怕，他开始接受他的想法，并屈服于他的傲慢无礼。他见他动摇了，顿时开始对整个局势施加压力。“我没有时间了。”他继续说，“我的时间很宝贵，你现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否则交易就告吹了。”他从口袋中掏出文件，放在桌上。阿瑟顿夫人无助地环视四周。我摇了摇头，不，但他没有看到我。合同打开了，他走过房间，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准备签字。我知道，如果要保护他，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我走到了他坐的位置，对我们的霸道朋友说话。“等一下，这位朋友。”我说，“你要付给这位亲爱的女士她矿场所值，否则你就无法得到这座矿场。”他像往常一样朝我发怒，用了几次非常尖锐的谩骂，并尝试了与往常相同的策略。“我想知道谁会阻拦我以我的价格购买矿场？”他反驳道。我感觉到一股内在的强大神之力量，如雪崩一般涌出，让我不受他报复的长篇大论的影响。我回答说：“神会阻止你的。”听到这个答案，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继续喧闹，愤世嫉俗，侮辱性的讲话。我平静地等待着。“你个傻瓜！”他又开始了愤怒的长篇大论。“你对神喋喋不休，不论是你、神还是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不论如何都会得到。从来没有人能阻止我。”他的傲慢似乎没有止境，他暴露了他自己，心智和身体都成为了他情绪的牺牲品。他的理智无法发挥作用，就像在所有不受控的感觉中的状况那样，不然理智就会警告他，不要再继续侮辱下去了。我再次感觉到神之力量的拓展，这一次它变得越来越强，直至我的神之自我强大的内在声音以号角般的基调揭示了整个交易的真相，还有矿场中的骗局。“阿瑟顿夫人，”我说，“你受到了严重的欺骗。你的工人们发现了一处丰富的金矿，这个人在你的工人之中安插了一名间谍，他贿赂了你的监工，让他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当我的内在自我持续地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时，监工和房间里的其他人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这位准买家似乎对任何紧急的状况都无所畏惧。他愤怒地打断了我的话，大声喊道：“你撒谎！你要为自己所做出的干扰付出代价！”他举起他的钢手杖，当我伸手去抓他时，一道白色的火焰突然喷射而出，照亮了他的整个面容。他像是被闪电击中一样倒在地上。然后我伟大的神之自我再次以全然的永恒、威严和强大的权威说话：“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
都不要动，除非得到许可。我外在的自我不再是我，而是行动中的神。走到那个人躺着的地方，继续说：这个人伟大的灵魂，我对你讲话，你被他处于主宰中的个人自我禁锢得太久了，现在就出来，掌控他的心智和身体。他在当前的这次转世中已经进行了许多次欺骗，在1个小时之内，他所建立的这种强大的外在不和谐和不公正的人类创造物会被摧毁，并且永远不会再去欺骗或者用人性去支配神的另一位孩子。对外在的自我，我说：醒来，在和平、爱、仁慈、慷慨和对所有生命的善意当中醒过来。缓慢的，这个人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他睁开了双眼，眼中出现了异样的迷茫。我内在的神仍然处于主宰当中，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下，扶他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再次，他命令道：我的兄弟，看着我。当他抬起眼睛看向我时，全身颤抖了一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是的，我看到了，我明白了，我错得多么离谱，神，请原谅我。他双手抱头，掩住脸，沉默而羞愧，眼泪开始从他的指尖滑落，他哭得像个孩子。你要付给这位尊敬的女士100万美元。我的神之自我继续说，除此之外，还要给她这座矿山10%的权益，因为在最近这次的开采当中，至少发现了价值1000万的金矿。他带着深深的谦卑和一种异常的柔和，回答道：现在就做吧。这次他请求他的手下，而不是像他以前习惯的那样去命令他们，按照指示起草文件。阿瑟顿夫人和他都签字完成了交易。我转向房间中的其他人，从他们的表情当中，我意识到所有人的意识都被提升了，他们看到了人类面纱之外的东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说：请神帮助我，我再也不会去试图欺骗或者伤害我的同胞了。他们已经被提升，完全的认识和接受了每个人内在的神之自我。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阿瑟顿夫人诚挚地邀请他的客人留下过夜，并在明天早上陪同他去菲尼克斯，为他交易的文件做记录。那天晚饭过后，我们一同坐在客厅前的大壁炉面前，每个人都真诚地寻求对伟大宇宙生命法则更多的理解。他们询问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的，我把圣哲曼大师告诉了他们，以及我是如何遇见他的。我讲述了我在雪士达山的一些经历，以及我们有关伟大宇宙法则的谈话。他是这么说的：我的孩子，伟大的宇宙法则不比乘法表更加区别对待。如果一个人在使用这个法则时犯了错误，也就是当一个人不知道掌管着其应用的法则，在不知道如何控制它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力量进行引导。伟大永恒不变的法令，在生命显化的无限领域当中，让一切处于永恒的秩序当中。这都是基于创造的伟大法则。爱，那是万物源头的核心所在，也是枢纽，是所有存在形态的发生之地。爱是和谐，如果在形态开始成型时没有它的存在，形态就根本无法存在。爱是宇宙的凝聚力，没有它，宇宙就不可能存在。在你们科学世界，爱以电子之间的吸引力来表达自己，它是引导电子形成形态的指导性智能。爱是让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央核心旋转的力量，以及把它们
吸引至核心处的神圣呼吸。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每个力量的漩涡，在创造当中无所不在。一个中央核心和围绕着它旋转的电子形成一个原子。这个核心的爱对于电子来说，就像磁极对于地球一样，就像是脊柱之于人体一样。没有中央核心或者心之中心，只会有未成形的宇宙声光，即充满了无限领域的电子，围绕着伟大的中央太阳旋转。电子是纯粹的圣灵或者神之圣光，它永远保持未受污染和完美的状态，它永远都是自我维系、不可摧毁的，它是自发光的，且拥有着智能。若不是如此，它不可能也不会去遵守法则，即爱的指引活动。它是永恒的，永远纯净的，拥有智能的光之能量，也是唯一真正实质性的物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它构成的，神永恒完美的生命精华。星际空间当中充满了这种纯粹的圣光精华，它不是黑暗和混乱的，不是弱小的人类智力中无知和受限的概念。这个宇宙的圣光海洋存在于无限的每个地方，不断地被吸入到形态之中，被赋予一种或者另一种特质，这取决于电子被爱围绕在一个中心点或者核心处的方式。在某个特定的原子当中，相互结合的电子数量是有意识想法的结果和决定，它们围绕着中央电子核旋转的速率是感觉的结果和决定。中央电子核的吸引和旋转的运动强度是神的呼吸，因此是最集中的神圣之爱的活动。用科学的术语来讲，它就是向心力。这些是决定一个电子特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你会看到电子是一个实体，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实体，通过自我意识智能的意志，由神之呼吸和爱来创造或者带入到存在之中。通过这种方式，道化作肉身。自我意识的智能是通过想法和感觉来实现这种存在的显化。破坏性的想法和不和谐的感觉会重新排列原子内部电子的比率和速度。在极点之间，神呼吸的持续时间被改变了。呼吸的持续时间是通过使用那个特定原子意识的意志来决定的。如果那个引导意识的意志被撤回，原子就失去了它们的极性，就会四散开来，寻找它们返回的道路。智能地提醒你返回到伟大中央太阳，那里重新极化它们自身。在那里，它们只会接收到爱。神的呼吸永无止境，秩序第一法则永远得以维系。一些科学家声称并教导说，太空中的行星会发生碰撞，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做会把整个创造的计划推向混乱。这的确是幸运的。神的伟大法则是不受制于地球上孩童般的观点的。不论任何科学家、世俗之人或者其他人的想法如何，神的创造一直在向前发展，并且表达出越来越多的完美。人类心智和身体中的建设性想法与和谐的感觉是爱与秩序的活动，它们让原子内电子的完美比率和速度保持不变，因此它们在宇宙的特定位置保持着它们的极性。只要它们原子核心内的神之呼吸由它们所存在身体的指导自我意识的智能意志保持在稳定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人类身体的完美特质和生命的维持总是处于占据这个身体的个人意志的有意识的掌控之中。个体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着他的圣殿，即便是在发生意外的状况下，除非他愿意这么做，否则他不会离开自己身体的圣殿。身体中的疼痛、恐惧、不确定性和其他的因素
常常会影响人格，从而改变其关于过去意愿的决定。但是发生在身体上的一切，总是并将永远的处于这个个体自由意志的掌控之中。要理解上面的解释，即有关电子的那部分，以及个体通过他的想法和情感对他自己身体的原子结构进行有意识的掌控，就是要去理解贯穿无限的掌控形态的合一法则。当一个人愿意努力向自己证明这一点，或者在他自己的原子肉身当中去证明这一点，他就会朝着掌控自己的方向前进。当他成功时，宇宙当中其他的一切都会成为愿意的合作者，通过爱来完成他想要达成的任何事情。谁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服从爱之法则，他自己心智和世界中的完美就会永久地得到保持，所有的权威和主宰都会属于他，并且只属于他，只有他拥有主宰的权利，因为他首先学会了去服从。当他自己的心智和身体的原子结构服从于他之后，他心智和身体之外的所有原子结构也会服从于他。因此，人类通过思想、情感，在每个个体内部拥有着提升至制高点，或者堕落至最低点的能力。每一个人单独决定了自己体验的路径，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他的注意力，就他允许自己的心智接受哪些东西而言，他可以与神同行和交谈，面对面的，或者是远离神，变得比动物还要低等，把他人类意识陷入遗忘之中。在后者的情况下，他内在的神之火焰会从他人类居住的领域当中撤退。许多世代过后，他会再次尝试一次人类之旅，进入物质世界，直至有意识的通过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达成最终的胜利。我告诉他们，圣哲曼向我展示的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限可能性，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每个人内在的伟大神之临在作为指导和达成的力量。矿场的购买者问我，为什么我经常使用接受这个词？我想起了圣哲曼向我解释时说过的话，因为他说，在你生命的外在活动当中，假设你购买了一个东西，或者是被提供了某些美妙而且完美的东西，如果你不去接受它，你就不可能使用它，或者从中受益。我们内在的伟大神之临在正是如此，除非我们接受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用来做任何事情的所有力量和能量都是神之力量和神之能量，否则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拥有神的特质还有成就？作为神之子，我们被命令着去选择我们要去侍奉谁，是我们内在伟大的神之临在，还是外在的人类自我？外在人性的欲望和感官的要求只会并且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苦难、堕落还有毁灭。所有建设性的意愿实际上都是内在的神之自我把完美推动进入外在自我的使用和享用当中。生命的伟大能量持续不断地流经我们，如果我们引导它进入建设性的成就，它就会带来快乐还有幸福；如果引导它进入感官享乐，结果就是除了痛苦之外别无他物，因为这都是法则运作的结果，一种非人格化的生命能量的运作。在你心智进行外在活动之前，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就是生命，是你和你的世界当中行动的神。个人自我不断地宣称这些事物和力量是他自己的，而事实却是他赖以存在的能量是神之自我借给他使用的。外在人格自我的活动甚至都不拥有他自己的皮肤，他身体的原子都是至高无上的神之临在从宇宙物质的浩瀚海洋当中借来的。训练你自己，把所有的力量和权威
都归还给伟大荣耀的神之火焰，它才是你真正的自我和源头，也是从这里你收获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不得不建议我们去休息。没有人想去睡觉，但是我对他们说，你们会在神的怀抱当中入睡。第二天早上，他们惊讶地意识到，他们居然这么快就睡着了。我们7点起床，出发去了菲尼克斯。文件记录完成了，我解释说我必须要离开，因为我跟他们的工作暂时结束了。他们都非常感激，并渴望着了解更多。我答应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正如圣哲曼大师所指示的那样。当我离开时，矿场的买方转向我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想要拥抱你，并从心底感谢你。你把我从外在自我的毁灭当中拯救了出来，揭示了伟大的圣光。我在谦逊当中深深地低下头，回答说，感谢神，我只是管道，只有神才是伟大的临在和力量，让一切做得很好。阿瑟顿夫人转向我，表达了她的感受。我真诚地赞美并感谢你内在的神，为他强大的保护性临在。此后，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不会停止感谢神，以及你，因为这次体验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圣光。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我回答道。我向大家告别，然后再次向雪士达山前行。第二天傍晚，到达了我住的小屋。2周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再去一次我与圣哲曼大师秘密见面的地方。我在凌晨4点出发，9点左右到达了茂密丛林的边缘。在我向树丛当中迈进20步之前，我豹子朋友的哀嚎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迅速地回应着。片刻之后，他以一位老友那般的热情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们继续前往会面的地点。我注意到豹子非常焦躁，好像是因为内在的不安而躁动。这很不同寻常，因为当我在场时，它总是非常安静。我拍了拍它，并抚摸着它美丽的脑袋。没有什么用。我坐了下来，我们吃了午饭。来吧，老伙计。当我们结束午餐时，我说，让我们去散个步吧。他久久地凝视着我，这是我见过的最难过的表情，我无法理解。我们走了一段距离，来到一个大约15英尺高的悬崖边，在那里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看向了豹子，他眼中的表情狂野而凶猛。我感觉到空气当中有一种紧张的氛围，但是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我又向前走了几步，感到一阵寒意掠过我的全身。我猛然地抬头，看到一只山狮蹲伏着，准备跳起来。下一个瞬间，它便扑向了我。我跌倒在悬崖边，而狮子就落地在我刚刚站立的地方，如同一道闪电。黑豹也纵身一跃，他们展开了殊死搏斗。没有任何言语可以描述随后发生的斗争的凶残。他们嚎叫着，翻滚着，撕扯着，抓着对方。狮子明显体重更重，一时间似乎占了上风。不过豹子的速度更快，最终还是挣脱了。只有一瞬间的停顿，黑豹看到了机会，然后跳跃着落到了狮子的背部。它紧闭牙齿，狠狠地咬住狮子的耳朵后方。豹子的咬合力像钢铁一样，在翻滚扭动的几秒钟之后，狮子的挣扎也弱了下来。最后，他们完全停止了争斗。豹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它的肋骨部位被狠狠地撕开。它抬头看着我，眼中所有的凶狠都消失了，它的能量
也在迅速消退。他脸上掠过一丝满足的表情。突然，他发出一声哀嚎，他倒在我的脚下，死去了。我站着一动不动，为失去我的朋友默默地哭泣，因为我对他的情感就像对一位人类伙伴一样。下一刻，我抬起头，看到我身边站着盛哲曼。我亲爱的兄弟，不要悲伤或者沮丧，你与豹子的接触加速了他意识的成长，他无法继续留在现在的身体当中。伟大的宇宙法则要求他为你做一些服务，就是通过拯救你的生命，给予爱。一切真的都很好。他用右手的拇指抚摸着我的额头。保持平静，他继续说。当悲伤的感觉离开我时，我感觉到完全的松了一口气。伟大的宇宙法则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只去接收而不给予，我们也不能只给予而不去接收，因此生命的伟大平衡得以维系。我真诚地祝福你在矿场所做的服务，以及在状况发生时你的平静态度。所有与那场交易有关的人都会成为人类的伟大帮助者。很快，你就会被要求去提供比你迄今为止所做的服务都要伟大的服务。在其中，永远都要记住，这是神的力量和智能在发挥作用。你的心智和身体仅仅是渠道。直至这场经历发生之前，你要不断地去沉思神的无限力量，它可以随时通过你表达出来。我询问他，扬声大师对存在的那些只给出部分真理的渠道态度是什么？他回答说，有很多真诚的管道，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有理解力。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根据他们当前的理解尽其所能的服务。我们不会评判任何人，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和看到，只有神在通过所有的渠道进行表达。我们的努力是祝福所有的活动，不论它在哪里。我们看到内在的圣光通过这些活动散发出来，就他们是否在给出真理而言，这不可能让我们给出错误的判断。在个人层面也是如此，那些以扬声的耶稣基督之名提供他们服务的人，总是会获得比普通支持更多的力量。我们走了一段距离，他说，来吧，我送你回家，把你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这么做了，感觉我的身体从地面上升起。又过了一会儿，我就在我旅馆的房间当中了。圣哲曼站在我的身边，微笑着看着我的惊讶。7天后我们会见面，他说，届时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我们将完成在这个国家这一地区的工作。他微笑着优雅地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地从视野当中消失了。当他缓慢地消失时，最后消失不见的是他奇妙而美丽的双眼，正对着我微笑。我每一天都为我即将到来的服务，对内在的伟大神之临在进行冥想。我越来越意识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唯一的临在上是多么的重要，不论表象看上去如何，这样可以不让任何外在的状况影响到我。在与圣哲曼的一次谈话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保持外在自我和谐的重要性。就这一点，他说，我的孩子，你无法意识到，如果要让内在完美和力量在你外在的生命当中进行全然的表达，保持外在自我和谐的必要性有多大。在个人自我当中持续地感受到安宁、爱与安静的感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因为当做到这一点时，伟大内在的神之自我就可以在瞬间不受限的行动，无条件的向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持续不断的倾注安宁的感觉和神圣之爱，不论你认为它是否值得，是打开大门的魔法钥匙，这会即刻释放出这种伟大的内在神之力量。幸运的是，一个学习了这个法则的人，他会开始寻求处于全然的和平与爱之中。没有它，人类一无是处；有了它，人类就会拥有所有的完美。和谐是合一伟大生命法则的基调，在它之上，所有的完美可以显化出来。没有它，所有的形态都会瓦解，并返回至宇宙圣光的浩瀚海洋之中。接下来的7天，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冥想，我感觉到内在变得越来越平静，直至第6天，我的整个意识就像是一片平静的海洋。在第7天的早上，我4点钟就离开了我的小屋，在10点半到达了我们的见面地点。我坐在一根原木上等待，心情无比的愉悦。我知道这是我冥想的结果。我陷入了对我神之自我的沉思之中，以至于没有听到任何人靠近的声音，直至一个声音开始对我讲话。我抬头一看，是一位头发和胡子都变得花白的老者，乍一看像是一位年长的勘探者，但是他的衣服就那个职业而言太过干净了。当他靠近我，向我伸出手时，这也证实了我的感觉，他不是一位打工者。我们互相问候，聊了些一般情况，然后他转过头对我说：“我的朋友，我想给你讲个故事，用不了多久。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了，我想再试一次。”那时，我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我想到他可能口渴了，我伸手去拿一个杯子，让他从我们站的泉水旁边可以喝水。我的手中出现了一个水晶杯，就像是圣哲曼多次递给我的那个。老者抬起头，双眼当中闪耀着兴奋，他几乎喊了出来：“是他，就是他！”我不知道怎么办，便继续让他喝水。我往杯子里看时，我看到里面充满了上师曾经给我的那种同样清澈的闪闪发光的液体。老者急切地抓住杯子，然后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一饮而尽。他立即变得平静与安宁，但是同时又充满了深切而且强烈的敬意。我再次请他把事情告诉我。他开始说：“我的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驻扎在我们安家的印度旁遮普邦。在我16岁时，他资助了一位朋友去南非，在钻石矿中碰碰运气。但我父亲在那之后，从未收到他的消息。那一年，我20岁，一个高大英俊的陌生人，很有智慧的男人，到我的家中拜访我的父亲。他把父亲朋友的口信带来。我给你带来消息，他解释说，来自你4年前资助的朋友。他在那次冒险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他变得非常富有。最近，他在矿场当中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亲人。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你。若你死了，就会给你的儿子。如果你愿意，我会负责这件事情，并把它马上转移给你。我现在不能离开印度，我的父亲回答，因为我在这里执行公务。我非常感激你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谈话时，我就站在旁边。当他们完成安排后，那位陌生人转向我。我的孩子，他说道，当你找到那个愿意给你一杯用水晶杯装着的闪闪发光液体的人，你就是遇到了那一位可以帮助你提升身体的人。
你会在北美的一座大山上找到它。除了这些，我不能告诉你更多。这些信息看起来对你很模糊，但是这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全部。陌生人离开了。1个月后，我的父亲骑马出去与当地人调整某些政府事务时被枪杀，在他被带回家之前就离世了。我是独子。过了1个月，母亲和我准备返回到英国。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那位陌生人又来了。他说他准备好把父亲的财富转移给我。我跟他说，父亲被枪杀了。是的，陌生人回答，当2个月前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父亲会在我归来之前过世。我已经安排好把财产转移给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你转移到英格兰银行。这些是你返回家的途中需要用到的钱，还有你在银行需要的转移文件和凭证。出示它们，你就会获得你财富的保管权。它们大多数都是质量上等的钻石。我感谢了他，并提出要为他的服务和善意付出酬劳，但是他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的善意，但是这部分已经支付过了。我很乐意陪你去孟买要乘坐的轮船那里。这趟旅程向我展示了他伟大的智慧，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像个婴儿。现在我知道了，他用一种光包围着我。这些年来，这道光一直伴随着我。他安排了交通，陪我们上船。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记住，水晶杯，去寻找，你就会发现。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航程之后，我们到达了南安普顿，继续前往伦敦，向英格兰银行出示了我的凭证。我向其出示凭证的工作人员说，是的，我们一直等待着你今天到达，这是你的银行账户和支票簿。我查看了一下我的财产有多少，然后惊讶地发现10万英镑已经存入了我的账户。5年过后，我母亲过世，我把1半的财产转移到了一家纽约的银行，然后开始寻找拥有水晶杯的人。我无法再去经历我体验过的那些失望、考验，还有悲伤，但是面对这一切，不知何故，我无法放弃。对我来说，非常奇怪的是，虽然我的外表已经老去，我的精力和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的精力比我青壮年时期还要充沛。多年过去，我70岁了。今天，我只想沿着这条路走。感谢神，我发现了你。我的意愿如此强烈，几乎无法抗拒。但是这位先生，我问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会知道的，他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错，在这座雄伟的山中存在着伟大的力量，我感觉到它。去问神，让他告诉你该怎么做。突然，我感觉到伟大的神之力量汹涌而出，那力量如此强大，差点把我从地上掀了起来。我做了圣哲曼教给我的手势，我呼请神的圣光，举起我的手，致敬说：存在于人和宇宙中的伟大的神，我们寻求你的圣光，我们寻求你的智慧，我们寻求你的力量，让你的旨意成就于此。我的兄弟，他一直在寻找我，找我为他做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你是知道的，请通过我的心智和身体表明你的意志，让为这位兄弟，你的儿子所做的一切都出现。当我的手落下时，他拿着水晶杯，里面装满了生命液态的圣光。我把它递给他，然后我的伟大神之自我又开始讲话，毫无畏惧地喝下它。你的寻找结束了。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我迅速上前，握住他的双手，慢慢的、稳定的，
岁月的痕迹从他身上消失了。我内在的神继续说：看哪，你永远摆脱了所有尘世的限制，现在就扬升进入扬升之主的圣光当中，他们在等待着你。非常缓慢的，他开始从地面上升起，在他升起的同时，他人类的外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闪耀的白色衣服。我松开他的手，然后他用最深沉的爱之声音说：我会回到你的身边，亲爱的兄弟，你会为这次提升的服务得到回报。你是唯一的一位通过你可以帮助我达成的人，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其原因的。带着快乐的微笑，他消失在圣光照耀的道路上。随着我内在强大的神之能量的消退，我感到非常的震惊，跪倒在地，怀着感恩的谦卑和对提供这种服务荣耀的赞美，献上了我生命当中最深切的祈祷。我起身，圣哲曼大师将我拥入他美妙的怀抱当中。亲爱的兄弟，他说，我非常高兴，你对内在的伟大神的出现是高贵而且忠诚的，你接受了你伟大行动中的神，我的确要祝贺你，你将永远被拥抱在我们的怀抱当中，尽管从表面上看，你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你已经成为了伟大的白光兄弟会和扬升之主们的一位有价值的信使，要靠近你的伟大神之自我，这样你就会永远准备好进行服务，不论何地，不论需要什么，我的爱环绕着你，直至我们再次见面，我会通知你的。慢慢的，我走回旅店，我的每一步都带着对合一伟大之神的赞美还有感激，是他把我们所有的人塑造进入永恒的完美之中。